你好，我是 Alex 阿里。我们今天视频主要讲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呢，就是四大会计师的巨头公司毕马威透露呢要涉足加密行业了。那么第二呢，就是比特币暴跌，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今天继续聊一下链上数据显示的大底到底在哪里？我们最近抄底多少仓位进去后面还有大跌吗？到底该怎么操作？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以太坊合并升级的情况那么升级的风险释放完毕了吗？还有合并牛吗？那么以太坊在近期能不能超越比特币？好，我是 Alex 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视频呢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分析和一些大事件对整个币圈点点滴滴的影响。另外呢，我在电报有个会员群，我的目标呢是带领群内所有的朋友在下个牛市周期赚够这辈子足够的资金。感兴趣的朋友呢，请通过视频下方缓中群的链接找到我或者是群助手咨询进群的方式。好，首先呢，我们来聊第一部分。作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这个巨头毕马威公司在9月份刚刚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他说尽管加密货币从2021年开始有所下降，但加密货币持续增长的步伐呢，凸显了该领域的日益成熟以及吸引投资的技术和解决方案的广度那这句话他说的非常的拗口。那么尽管全球呢对加密货币公司的这个投资从2021年的321亿美元下降到了2022年的142亿美元，但投资者呢情绪仍然强劲在年中的平均投资水平远高于2021年前几年的这个水平。同时，毕马威呢还表示加密投资者的构成呢正在发生动态的变化，从散户投资者转变为机构和企业的参与者。市场对稳定币的兴趣会增加，与美元等现有的货币相比，发展中国家对加密货币的主权应用越来越感兴趣当前市场需要降低估值以筹集资金，这是唯一的选择。当然，一些加密货币将会消亡，尤其是那些没有明确而强大的价值主张的加密货币。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是可能是相当健康的，因为呢，它将清除在牛市的兴奋中创造的一些混乱的场景那么最好的公司将是那些生存下来的公司那在这里呢，这个报告里面说的公司呢，也是我们经常说的币那么传统的公司看待事情呢，还是以实体公司的这种形式来看待。那么由于萨尔瓦多和中非共和国都采用了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那么这份报告称与美元等现有的货币相比发展中国家对加密货币的主权的应用越来越感兴趣。毕马威表示尽管中国实施了加密货币的禁令，并且有迹象表明印度可能也会效仿，但其他司法管辖区域的这个监管机构更感兴趣的是保护消费者增长的同时，促进加密货币的竞争演变和增长。此外呢，欧盟将在2022年年底通过加密货币行业的新法规。这个毕马威表示他们公司呢正在寻求稳定币，以更好的利用加密货币的运营优势包括降低成本和延迟，提高可见性、更快的流动性以及更易于应用总体来说，又是一家传统的巨头公司准备涉足加密行业，是一个非常好的利好消息。但是熊市的状态呢，就是无视这种利好的消息放大利空的消息，所以我们才有这2天的这个行情的下探。那么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部分那么今天这个整个白天这个暴跌呢有人开心，也有人痛哭认真看我节目的朋友都很开心，那么看我节目不认真的可能就会痛苦了那么还有人在群里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么我们今天都经历了这种过山车一样的行情那么前面呢就给你先抬上去，然后呢再重重的给你摔下来。我在2天前就在会员群提示风险了，大家看看我在群内的这个发言的截图很多人都说你只给会员讲，我们没钱买会员怎么办呢如果你坚持仔细的看我节目的话9月2号的那期我也告诉你了，而且抄底的点位都告诉你了。那么大家看看我那期节目的一个片段的回放那么我估计8月份的 CPI 会比7月份的低一些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元的走势实在是太强劲了美元如果持续走强不回头的话，那么可能后面这个比特币会有更大的跌幅。那么大家呢这个时候可以准备好子弹进行抄底这一次抄底的话可以加大仓位了。那么所以说这个熊市多学习多看视频是有多么的重要如果说9月2号的视频你看懂了，那么今天的暴跌你应该开心才对还有朋友在我的这个免费群里面说感谢看我的视频很早就布局了 ETC确实是的，因为我不喜欢
在视频里面复盘以前讲过的内容，所以说你看到了而且你操作对了，那是你的福分啊，没看到的话也没有关系啊，熊市呢还没有走完，而且还有更多的机会。咱们在这个9月2号的视频里面提到了200周的移动均线和300周的移动均线啊，那么这两个点位呢，大概都在17000美元左右，这个比特币啊，那么这些都是有效的强支撑的点位。那么我们今天来看一下链上数据给出的2个新的概念啊，第一个呢就是平衡价格指标，这是通过计算已实现价格，这个已实现价格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就是所有的这个币所支付的总金额除以流通的总币啊，那么和这个转移价格之间的差额产生的。第二个呢，就是难度回归价格，它试图模拟比特币挖矿的全部的生产的成本，通过在难度和市值之间进行一个对数回归模型来计算出来的。那么大家看图片，这2种模型呢，都指向了目前在17000美元大关处有一个强烈的支撑的一个汇合。那么我知道一定有人问，那么你讲的这个点位呢是强支撑，那会不会跌破呢？万一跌破怎么办呢？啊，别急，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正题了。如果说到了这个点位附近的话，那么我自己呀会用手里的资金的这个30%去抄底，剩下的资金呢就会等2个点啊。第一呢就是更低的点位，如果说这个在11月底之前有更低的点位了，那么我就会用剩下的钱呢去操作。那么第二呢，就是11月底，我刚才说了，这个如果说11月底之前没有新低的话，那么我就在等11月底再进50%的仓位。如果说有新低更好了，那么50%在11月底之前一次性打完。那么还有20%的仓位怎么操作呢？那我就会埋伏啊，可能在下一轮牛市即将爆发的这种山寨币了啊。我们上面说的都是买这个比特币和以太坊啊，我知道一定有朋友会问啊，那狗狗币抄底吗？狗狗币呢抄底呢？并不是现在，我会在11月份的时候啊看情况啊，要不要抄底狗狗币啊？大家不要以我为参考去买狗狗币啊，因为现在狗狗币已经很便宜了。如果说啊，你这个手里面子弹很多的话，你可以适当的抄一点底。那因为我上一次建仓的这个价格很低，而且呢，在去年的高点呢并没有出货啊。那么下一轮的高点呢，我狗狗币一定会出货的，大家密切关注我的操作吧。那么说了这么多，为什么会出现暴跌呢？理由也非常的简单，逻辑非常的简单，就是美元指数呢持续走高。那很多朋友啊，并没有把美元指数当回事儿，所以才会忽略很多重要的这种信息。那么我们看当前的美元指数是依然非常非常的强劲啊。那么今天呢，又创了一个新高了啊，110.6几了啊。那么有关的这个话题啊，我之前也提过很多次，美元走强对应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迹象呢，就是大宗商品呢就会跟着降价啊。美元走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联储的加息，全世界美元呢回流到美国。也有人说啊，这是不是在收割全世界啊？没错，美元就是这么一轮又一轮的骚操作，收割着全世界的资产。但是呢，大家也没有办法，什么时候比特币能够撑起来的时候啊，那就是美元再无法收割的时候了。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今天的第3部分内容啊。目前这个以太坊的合变已经正式启动了。威神呢今天公布也说，最后的升级将在9月13号到9月15号之间进行。今天爆出来一个消息啊，由于一部分的节点啊没有及时的更新，大概占了25%左右啊，这个 Bittrex 的升级出现了漏块的现象啊。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区块链它在出块的时候，如果说没有全部的节点进行升级的话，它有一些漏掉了啊。那么好在呢，目前有超过66%的节点已经更新了，那合并升级呢还是有望继续的顺利进行下去。我们看到啊，9月5号的这个拉盘周啊 ，ETC 的表现非常好，这一点呢也是合理的啊。那么矿工是没得选择了，只能团结起来呢，集中资金去拉盘，这样呢才能让这个 ETC 的算力飙涨起来，这样才能够容得下如此高算力的矿工他们手里面的这些矿机啊。这里呢，我突然也觉得这个硬分叉以太坊的人是不是早就抄底了 ETC 啊，搞出来一个硬分叉，只不过是吸引别人的眼球啊，作为一个幌子。那背后呢，他们去集中力量去拉盘 ETC 也是非常有可能的。我们再回答这个开头提出来的一个疑问：合并牛还有吗？根据我们前面提到的美元的持续走强啊，这个比特币是很难有像样的行情的啊。但是呢，以太坊会不会走出来这种独立的行情啊？我觉得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啊。目前这个以太坊的市值呢是1855亿美元，比特币呢大概在35000亿美元。如果说这个以太坊在比特币继续横盘的前提之下暴拉个2倍到了3000美元，那这就实现了这种翻盘了。
但是呢，真的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吗？我个人觉得呢，翻盘呢很难啊。根据很多这个大佬大资金的操作思路啊，当这个 ETH 比 BTC 达到一个相对低点的时候啊，他们就会把手里面的比特币呢换成以太坊，而当 ETH 比上比特币达到了一个相对的高点的时候啊，那么他们就会反过来操作。所以说以太坊啊，从这一点上来看，以太坊呢很难翻盘超越比特币啊，除非啊以太坊真的是能够实现这种强大的生态的价值，实现这种生态的应用啊，做到了能够帮助 Web3 全面实现啊。那不管怎么样，这个熊市中出现暴跌，就是抄底以太坊和比特币的时候啊，不管他们两个谁是老大，谁翻了谁，那你手里面都有，对吧？那就不用怕。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所有的内容了。如果说你觉得对你有所帮助啊，对你的操作、对你的思考有所帮助的话，请点赞这个视频，订阅我的频道，让我们下次再会，一起进步，共同发财，peace。